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力，我是 Josh， 我们来新加坡喽。没错，我们来快闪24小时，完全没有计划哦。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做什么吧。新加坡很多这种熟食中心，就是在一个社区的中心区域，所以大家都在这边广场吃东西。那多年前我们有来这个主角中心吃过一模一样的菜，对，我们只是来回味一下。哇，超辣！啊，完蛋，要爆汗。是后面很辣，对，然后它里面是一块鸡肉，然后还有附一颗蛋，多余的酱，这酱应该也是辣的。这份是6.5块，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比例，分量非常充足。来吃一块它的鸡，只是好像我们健身餐吃的鸡肉有一点干呐，但是不错，它的酱料有入味。我们点的甘蔗汁，这个实在太辣了，这杯2.5块，非常的甜，可以，这没有加糖，就很甜。这个套餐啊，换算下来台币才163块，然后这杯饮料换算是大概50块。我记得前几年我们来新加坡的时候，会觉得用餐还蛮贵的，但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台湾的物价一直上涨之后，就觉得反而是便宜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可能2到3餐，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价格。对，我们再慢慢的比较一下。之前来新加坡啊，都吃天天海南鸡饭，我们好像吃了3次，有时候换家看看，就找到这家金金餐室，吃吃看就知道喽。待会见真章。没错，来，这个一份鸡套餐是6块新币，等于150台币。谢谢。这芙蓉蛋呢就比较贵一点，它本来要8块新币，台币是200。我们另外点了一份干炒牛河，它是小份的，6块钱新币，一样是150。这一餐总共花了20新币，是600块台币，是500块台币，算数很差。500块台币。它那个鸡一上来的时候啊，就看到它水水嫩嫩的，吃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水嫩，而且很香。然后鸡饭的话，它因为泡鸡汁泡的蛮透的，很香是没错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软。可是我有吃到粒粒分明的口感，还是有。然后干炒牛河的部分的话，牛肉我觉得蛮香的，对，它的味道其实炒得够重，可是又不会过咸，然后是我非常爱的口味，其实跟港式的炒牛河蛮像。对，但芙蓉蛋的话非常的普通，可以跳过。它其实偏干，然后不嫩，对，又是里面最贵的。上面有铺青菜啦，只要有青菜的价位都偏高。对，这家不错。鸡汁啊，还有鸡油饭的香度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对，除了天天之外的选择，对，我们刚才走了30分钟，我觉得是值得的。超久，我们刚走超久，对，还遇到下雨，下雷雨，刚好多雨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在五级市这区新的商场里面，经过这家叫做华阳，查了一下，好像本来是马来西亚的餐厅。哇，看到这排美美的蛋挞，忍不住就给它买了。谢谢。它里面是2颗，2颗是5.2块。吃了哦。
好好吃哦。但因为我是蛋挞控，它是酥皮耶，酥皮浓汤的酥皮，所以它有带一点咸味。蛋黄的部分还蛮橘色的，感觉还蛮真材实料，好吃。我们喝的这家叫 Tarik， 我不晓得怎么念。它就好像荆棘柠檬啦，哦，对，还有会话梅，应该好熟的味道，甜是有甜的哦，而且蛮好喝的。喝喝看。很多香料的味道，开始在祷告了。新加坡有很多现代化的建筑，但这一栋 Parkview Square 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它好像是蝙蝠侠或者是漫画里面才会出现的建筑，非常的超现实。进去之后，1楼的 lobby 更让人叹为观止，充满了细节。中间有一间酒吧，叫做 Atlas Bar， 看起来非常的高档。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 Gin Tower， 它收藏了1300瓶琴酒。我查了一下这里的调酒价格哦，大概要18到30新币，给想奢华一下的朋友参考参考咯。刷得很快对啊，其实很快。回程的路上啊，还看到医院的外墙正在刷油漆。你看，用这种垂降式的工法，实在是有一点帅哦。刚刚我们到了克拉码头吃晚餐，然后我们吃的是叫做 Barbecue Box， 看起来是一个连锁店，然后对，已经经营很多年了。烤肉大锅，它是烤好的，保温而已。哦，好吃的是它的吐司，对，吐司它烤的咸香的，然后又带有甜味。它的鸡翅也是蛮推荐，蛮多汁的，鸡翅非常好吃。对，然后它的玉米很妙，它的玉米啊，一颗一颗串起来的，超酷。每一颗都很入味。这一家还不错啦，但是我觉得串烧要比较的话，台湾的串烧也蛮厉害的。这家有它的特色啦，然后我们去的时间刚好有驻唱，克拉码头驻唱市场感觉是蛮竞争的。对，然后每一家就是都非常有不同的风格。这间还不错啦，给它个80分吧。差不多，还是75分，75分到80左右。对，开箱哦。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在我们饭店对面所买的拉杜甜点3款。拉杜啊，就是我们之前看那个舅舅蔡英文嘿里面的那个女主角，她拿手菜就是做拉杜，一个印度的传统吃甜点。这好像是腰果这就是原味的，原味的。好好吃哦，好久没吃这个。我们之前来新加坡第一次就有买一次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在另外一家街边小吃店买的。然后拉杜的甜度啊，算是所有的印度甜点里面算是相对的没有那么甜的。对，我们之前吃其他款真的都爆炸甜，
所以后来都是买拉杜吃 Monty 拉杜，比较红，比较橘色。应该说它的口感比较再粗一点点，这个原味比较细，它在里原味更甜一点点，然后味道更浓郁。因为我对拉杜的印象就是这个颜色，红色。对，但是今天到这家甜点店之后才看到它是 Monty。第3款是 SPL 拉杜，它就摸起来就比较干，其他这2款是比较湿润，这比较干一点点。它颗粒更明显就一颗一颗更明显。是豆蔻还是肉桂吗？这味道很棒我喜欢这个。所以3款里面最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特殊的香味。它最后有那个印度拉茶味跑出来，对，但是不好形容它的味道啦，就是香料味比较重，然后坚果颗粒也比较大。如果只想吃一颗的话，买 SPL 蛮推荐。OK。离开新加坡之前呢，怎么能错过有名的咖椰吐司呢？我们飞机蛮早的好在机场就有分店。这个蛋黄好甜。它的酱油其实只是提味，不太咸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咸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还好等一下要留一点点蘸面包，它是里面加 cheese。哦。它外面烤得非常的脆，我最爱。记得之前没有从来没有点过，没有点过，搞不好之前有，不知道。但是就还好，但是没有进到很中间啦，所以有点卖味的感觉。好吃的，比法式吐司好吃。这个比进到台湾的咖椰吐司还好，整体上面脆很多。对。好喝。入关的时候，现在完全不用出示护照，他会扫你的脸，直接就通过，超级方便的。然后我刚刚通过之后，他还祝我生日快乐。这个人今天生日，觉得有点开心。好啦，我们的旅程结束喽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跟大家分享一个，走在路上不要左顾右盼哦，不然就会像某个人一样撞到路灯，在这里撞到路灯的杆子哦。我真的第一次人生撞到路灯，撞到这边整个现在肿起来，嘴巴里面还破皮，要小心走路。不过新加坡的确是蛮多东西值得看的啦，文化很多元，包含了华人、印度，还有马来人吗？对，应该是马来，就是有回教区，所以我非常喜欢新加坡，我来很多次。